我穿成了将军府的女娃，夜里竟能看见满屋子的阿飘。老道说我是极阴体质，得挨着真龙才能活到及笄。我爹用军功一闹，小太子的龙床就分了我一半。我抱着太子一睡便是10年。及笄那日，我被他拦在了宫门口，同床共枕10年，拍拍屁股就想走，你把我当什么了？看他那委屈样，我脱口而出：阿贝贝。战功赫赫的镇国将军，人到中年才得了一女，全家把他当眼珠子疼。这女娃是极阴体质，将军府煞气又重，可怜她夜夜被阿飘惊吓，熬到6岁，魂给吓飞了。得，我就这么穿了过来。及笄前啊，非得挨着真龙才能守住魂魄。我那光长个子不长脑子的兄长一听就蹦起来：真龙，爹，那不就只剩造反这条路了？你死！我爹气得抄起锤子就追，满屋子震得砰砰响。停！关键时刻还得是我娘，她一拍桌子：夫君，要不你去求求陛下，认咱芝芝当个义女，让芝芝跟在陛下身边。白天好说，夜里咋办？陛下正当年，夜里不得照个妃嫔啥的，总不能让她带着芝芝睡吧？那咱芝芝可怎么办？我娘一听，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朕就只剩造反一条路了。哎呦喂，给我急的，这一家人的脑子啊！我赶紧张着漏风的嘴，挥着小肉拳头比划。皇帝的儿子也行吧？我爹猛地一拍大腿，总算灵光了一回。对的，太子就比芝芝大3岁，让他夜里陪着睡。这，陛下能答应吗？不答应。我爹哐当把锤子往地上一扔，不答应我就去闹！说完一把抱起我，风风火火就往宫里头冲。御书房里，皇帝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要朕的太子给你闺女暖被窝？我爹把我往怀里一搂，眼泪鼻涕呼了满脸。臣没用啊，就知道在战场上砍人，到头来害惨了唯一的闺女啊！你就一个闺女，朕可也就一个嫡子。啥？太子不是排行老4吗？前头仨不是您的种？朕说的是嫡子，嫡子！皇帝气得脸都红了。嗨，那不还有仨儿子吗？借臣一个用用呗，用完就还。眼瞅着皇帝眉毛竖起来了，这是要炸！我哧溜从我爹胳膊底下钻出来，偷偷摸摸爬到了龙椅边上，伸出小爪子揪住皇帝龙袍一角，使劲挤出2泡泪。皇帝伯伯，芝芝睡觉可乖了，芝芝就缩在太子哥哥脚边边，一丢丢地方就好，绝对不吵他。皇帝被我这么一求，气消了大半，低头仔细瞅我。你叫沈芝芝？我赶紧点头，乖得不得了。他忽然眯眼笑了笑，长得倒不像你爹这莽夫，这模样嘛，跟太子还挺配啊！我求皇帝是个颜控。行吧，就让芝芝住宫里，对外说是养在太后跟前。这就搞定了。太子龙床，我来了。我爹娘生怕皇帝反悔，连夜把我打包塞进了东宫，连丫鬟仙儿也一块捎上了。东宫的大太监张德全揣着圣旨早就在殿门口候着了。哎呦，这位就是沈姑娘吧？真是浴血可爱的小主子哟！您往后就把这儿当家，有事儿您尽管吩咐奴才。他一路引着我往太子寝殿走。殿下这会儿还在上晚课呢，小主子您先歇歇，殿下估摸着一会儿就回。太子寝殿也太气派了。我摸了摸那金丝楠木的龙床，手感滑溜，还有股好闻的木头香，就是有点硌得慌。香儿，快把我那软乎乎的床垫子铺上，还有，天快黑了，把灯都给我点起来，一盏不许少。香儿手脚麻利的布置好，等我洗漱完，立马一咕噜钻进被窝，裹得严严实实，开始等阿飘上班。别人穿越是宫斗升职记，我穿越是阿飘历险记。不知道东宫的阿飘跟将军府的老邻居有啥不一样？天越黑，那些影子就越清楚。老天爷，这东宫也不干净啊！梁上吊着个长头发姐姐，门口地上趴着半截公公，书案底下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在窸窸窣窣的爬，我这小心脏扑通扑通都快跳出来了。小姐，您是不是又看见那些了？香儿见我脸色煞白，赶紧过来搂住我。救命啊！谁懂啊？这简直是每晚不重样的沉浸式恐怖片，不比看片还刺激。这些阿飘还带贴脸互动，他们正朝我这边爬过来，嘴里还念念有词。哟，新来的小丫头。眼见着那书案底下的脏东西突然飞了出来，我吓得闭上眼睛。就在这当口，一道清朗的少年音传了进来：姑的寝殿里怎么像是有人？太子回来了！守在门口的张公公赶紧压低声音跟他汇报这天降小事有的事儿。嘀嘀咕咕一阵后，那声音又响起来，带着点无奈：姑知晓了，你们退下吧，此事切勿外传。果然如传闻所说，少年老成。怪的是，他的声音一起，店里那些张牙舞爪的阿飘瞬间就定住了。门被推开，他走了进来。嚯，好一个俊俏的小郎君，难怪能让颜控皇帝当眼珠子疼。他目光扫到床上裹成蚕蛹、抖成筛糠的我，眉头一皱，脸色沉了下来。
显然对我这个入侵者有些不爽。仙儿吓得赶紧溜了出去。偌大的店里就剩我和他，大眼瞪小眼，空气都凝固了。我硬着头皮清了清嗓子，挤出个乖巧的笑。太子哥哥，您是想睡里头还是睡外边啊？他盯着我看了几秒，最终无奈地揉了揉额角。姑睡外面。这是允许我同睡啦。太子转身进了净室洗漱，他人一走，那些阿飘就跟解冻了似的，又活泛起来。感情是欺软怕硬，专挑我这个软柿子捏。我又气又怕，心里疯狂呐喊：小太子，你快点洗啊！等他好不容易出来，阿飘那冰凉的爪子都快勾到我头发丝了。我眼泪汪汪地望向他，那一刻只觉得他浑身散发着温暖又圣洁的光芒，简直就是我的阿贝贝。小太子吹熄了最后一盏灯，轻手轻脚地爬上了床。黑暗中，他的声音贴着耳边响起：你叫芝芝。太子哥哥你呢？我叫萧晨。听张公公说呀，你体质特殊，需要姑护着你。您一出现，那些阿飘嗖一下就没影啦。我悄悄伸出个小指头，试探着去勾他的手，只听他轻轻叹了口气：太傅说过，男女7岁不同席，我们这样不大合规矩。可佛祖也说过，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呀。太子哥哥，您这不是在救我小命吗？我没有妹妹，以后你便是我妹妹了，哥会护着你。萧晨像是下定决心，郑重的承诺，然后握住了我的手。睡吧，芝芝。哇，小太子该不会是个妹控吧？这一夜，再没恶鬼跑进梦里捣乱。握着我的阿贝贝，我睡得那叫一个香甜。打那以后，我跟萧晨便开始了鸡飞狗跳的同居生活。京城里都传遍了，说我入了太后的眼，被他老人家接进宫里亲自教养。嘿嘿，他们哪里知道，慈宁宫后头有扇小门，一穿过去就是东宫后花园。白天，我跟皇子公主们在上书房里听课，故意跟萧晨装作不熟。晚上陪太后用完膳，我就麻溜的从小门跑回东宫，眼巴巴的等着萧晨来给我驱鬼。萧晨这人吧，也忒用功了点。回回都要熬到天黑透了才下晚课，那些阿飘们可精了，早摸清了规律，专挑这个点出来吓唬我。大概是知道时间紧，任务重，连开场白都省了，上来就放大招。看了半个月东宫阿飘秀，我实在扛不住了，开始打起了歪主意。不行，得想个法子，把这要命的晚课给他搅黄了。这李太傅的晚课规矩严着呢，只有皇子们才有资格上。要说这宫里头最烦这晚课的，除了我，那就是三皇子萧恒了。那小胖子跟我抱怨过好几回，说这破晚课害他老赶不上饭点。嘿，我用一只叫花鸡，轻轻松松就把他拉成了同盟。当晚，李太傅下职的路上就撞见了一胖一矮2只小鬼。我呢，充分借鉴了东宫那些阿飘的看家本事，还添油加醋的升级了一番。好家伙，直接把李太傅吓得撅了过去。糟糕，完脱了！我哆哆嗦嗦的捅了捅萧恒，吓死太傅，该当何罪？那还用问？死罪！于是当晚太医院里又风风火火闯进来2只嚎着救命的小鬼。李太傅是就回来了，可怜太医院的老院正差点又被我们吓撅过去。这么一闹腾，我2辈子加起来头一回被请了家长。我爹大半夜的让人从被窝里薅起来，直接拽进了宫。任爱卿啊，你这闺女可了不得，撺掇着朕的儿子罢课，啥玩意儿？就为这破事儿？我爹当时就懵了，他还以为是边境又闹什么大乱子呢，急得连袜子都只套了1只就跑来了。要说脸皮厚，还得是我爹。他瞅了瞅太子，居然深深做了个揖。臣这不成器的闺女，以后就拜托太子殿下管教了。您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千万别看老臣的面子。好嘛，这是铁了心，售出不退了。萧晨倒是一脸严肃，端端正正回了个礼。沈将军言重了，芝芝是姑的妹妹，姑这个做兄长的，该管就得管。看着萧晨那副绝世好哥哥的认真样儿，我心里正偷着乐呢。结果乐极生悲，我那只白嫩嫩、肉乎乎的小左手当场就被萧晨拽过去，啪啪啪实打实挨了10下板子，疼得我直抽气，手心火烧火燎的。为啥只打左手？因为右手得留着罚抄书啊！说好的妹控呢？就这，我跑到慈宁宫，一头趴在太后膝头，哭唧唧的告状：王奶奶，您快瞧瞧，太子哥哥把芝芝的手都打肿了。哎呦喂，这小晨儿下手怎么没个轻重哟？心肝都给他打红了。他还罚芝芝抄50遍宫规呢，这也忒多了吧？晨儿如今是太子，他拿的主意，哀家也不好硬驳了他的面子。别看萧晨年纪不大，那太子的架子可是实打实的，他要罚我，连太后老祖宗都拦不住。我憋着一肚子气，一边吸溜着鼻涕，一边咬牙切齿的继续跟那堆宫规较劲，心里头早把萧晨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个遍。我这头正抄的面目狰狞呢，小胖子萧恒贼头贼脑的溜了进来。芝芝，听说你挨揍了。萧恒一脸我有罪的表情，凑过来就拉我的伤爪，还特殷勤的把小嘴凑上去呼呼吹气。我正气不打一处来呢，狠狠扭过头去，谁都不想搭理。芝芝，
别不理我呀！那天的事儿，我本来都一个人扛了，父皇把我屁股都打开花了。谁知道四弟愣是把这事儿给查了个底儿钉，把你又给扯了进来。我一听说你也挨了罚，立马就拖着伤定赶过来了。说着，萧恒神秘兮兮的从袖子里掏出一罐药膏，挖了一大坨就往我手上糊。这是我擦了一半的药，你试试，可灵了。凉兮兮的，好像是舒服了点。手上的凉意让我脸色稍微好看了那么一丢丢，心想这小胖子关键时刻还算够意思。哼，不像那个口是心非的萧晨，嘴上哥哥妹妹叫的亲，心比石头还硬。等等，我突然反应过来，擦了一半，你拿你擦屁股的药给我擦手！我瞬间炸毛，提起脚就朝他踹过去。哎呦喂，轻点儿，我屁股还疼着呢！小胖子惨叫一声，嗖的一下像颗肉蛋似的弹射出去，气得我拔腿就追。他在前头跑得屁滚尿流，我在后头追得杀气腾腾。追着，小胖子七拐八绕没影了，我气喘吁吁的停下，伸脖子一瞅，嚯，这地方怎么这么瘆得慌，阴森森的。该不会是冷宫？真是倒血霉了！脚下不知道绊了个什么东西，扑通一下，我直挺挺栽进了一口枯井里。救命啊！来人！我扯着嗓子玩命嚎，嗓子都快嚎劈了。可回应我的就井口那呜呜咽咽的冷风。这当口天还黑下来了，老天爷，这可是冷宫，死过多少人的地方啊！我这不是送货上门，直接掉进阿飘的老窝里了吗？救命！我狠狠吸了口气，正准备使出吃奶的劲在喊，嘴刚张开，井口上突然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哟，好新鲜的小丫头，就是矮了点儿。我先筹建的，都别跟我抢！谁说的？真有味儿！我抬头一看，老天爷，井口被一圈脑袋围得满满当当，清一色冷宫气飞的打扮，看不见，啥都没有。我赶紧把头一埋，闭紧眼，假装啥也瞅不见。嘿，小丫头，躲啥？下头也有咱姐妹呢。我忍不住把眼一睁，妈呀，脚底下那烂泥里竟然冒出来一双双眼睛。喂，你踩着老娘鼻子了！我吓得一个机灵蹦起来，这下可好，脚又崴了。我整个人死死扒在井壁上，上不去也下不来，心里头把那个天杀的萧恒从上到下骂了个遍，骂着，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我这一哭可好，那些阿飘跟打了鸡血似的，更来劲了。脚底板下不知哪只缺德的阿飘，竟然伸舌头舔我脚心，妈呀！我吓得魂都飞了一半，扯着嗓子开始发疯一样的嚎。就在我绝望透顶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一道清亮的声音：“芝芝，是你吗？”等等，这声音是不是小太子？我赶紧掏了掏耳朵，生怕是自己吓出幻觉了，一边扯着嗓子用吃奶的劲吼回去：“救命！我在这儿，井里！”眨眼功夫，萧晨那急切的喊声就到了井边上：“芝芝，别怕，哥哥来了！”萧晨一露面，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的阿飘，刷一下全没影了。嚯！真龙就是不一样，这威力不服不行！死里逃生的我，整个人软绵绵的瘫在萧晨怀里，缓过神来，那股委屈劲儿就上来了，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你怎么才来啊？吓死我了！有好多鬼，他们围着我，乖，不怕，哥哥在呢。他紧紧搂着我，拍着我的背。他们不光吓唬我，我抽抽噎噎，越想越委屈，还伸舌头舔我脚底板，恶心死了。说到这，我再也憋不住，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萧晨一听，眉头皱紧，让人意外的是，他竟轻轻脱掉了我的鞋子，把我那双又冷又脏的小脚丫子直接捂进了他暖烘烘的怀里，声音又低又稳：“芝芝乖，不哭了，哥哥的龙气护着你呢。”他怀里暖烘烘的，独属于他的清爽气息包裹过来，我抽泣的声音慢慢小了下去，可手还死死勾着他的衣襟不放，嘴里迷迷糊糊一声声的嘟囔：“大哥，哥在呢。”每一次他都稳稳地轻轻地应着，听着他一声声的回应，就像定心丸一样，直到最后一丝力气耗光，我才彻底昏睡过去。打那回井底惊魂之后，我跟小太子的兄妹情有了质的飞跃。萧晨像是突然被点亮了妹控技能，把我给宠上了天。这个芝芝肯定喜欢，那个给芝芝留着，他以后肯定用得上。皇帝伯伯私库里的那些宝贝疙瘩，愣是让他变着法儿的，一件件都顺进了我的小库房。没错，他还在东宫里头偷偷给我弄了个小库房，美其名曰专门给我攒嫁妆。好家伙，我才6岁啊，离级机少说还有10年光景呢。照他这搜罗东西的劲头，我这小库房怕不是还得扩建个3、5回。不过呢，他也不是什么事都由着我，但凡扯上学习和规矩，他立马就切换成严师模式，板起脸来一点不含糊。想装病逃课没门，想让小公公代抄功课抓个正着，想跟萧恒偷溜出去玩，更是想都别想，他那双眼睛毒着呢。对了，连吃东西他都要管，他老说我体质偏阴寒，不让碰生冷的东西，这我可不听他的。大夏天不吃冰酿，那还有啥乐趣？在萧晨这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我的小日子过得滋润安稳。就算后来皇帝伯伯又给他添了几个妹妹，可我在他心中的地位，任谁也越不过去。终于，在我那宝贝小库房经历了第3次扩建工程之后，嘿，
本姑娘长大成人了。那天夜里，我正抓着萧晨的手，睡得四仰八叉，突然小腹一阵钻心的绞痛，紧接着就感觉一股热流涌了出来。凭着上辈子的经验，我立马就明白是咋回事了。可怎么会疼成这样啊？我整个人瞬间蜷缩成一团，冷汗唰的一下就冒了出来。我这动静直接把萧晨给闹醒了，他见我这样子，急了眼，掀开被子就要下床。芝芝，你怎么了？别怕，我这就让张公公去叫太医。别，不能叫太医，我也顾不上疼了。死命拽住他的袖子。太医要是知道我睡在东宫，那还得了。可是你流血了。萧晨的声音都变调了，指着床单，手指头都在抖。我骚的把脸埋进被子里，小声解释，那个是来癸水了。萧晨一听，整个人都僵住了。那张俊脸疼一下红到耳朵根，比我还尴尬。他嗖的从床上跳下来，我去找香，你等着。话音未落，人已经慌慌张张的冲出了门。等仙儿帮我收拾干净，重新躺下，外头的天都蒙蒙亮了。萧晨干脆也不睡了，侧身躺在我旁边，一只大手隔着衣服，小心翼翼地捂在我冰凉的小腹上，一边捂着，一边又开始了他那碎碎念模式。从明起，一口冰的都不许碰了，听见没？再缠也不行。皇祖母那儿，我得亲自去打个招呼，省得他老人家心一软，又让你这小滑头钻了空子。不行，还是得让太医瞧瞧，怎么会疼得这么厉害？定是之前贪凉伤了根本。也不知道是他掌心源源不断传来的暖意缓解了疼痛，还是他那絮絮叨叨的声音实在太有催眠效果。我眼皮越来越沉，意识渐渐模糊，就在快要彻底睡过去的时候，似乎听到他叹了口气。哎，我们家芝芝是真的长大了啊！在萧晨的过度重视下，我来癸水这点事儿传的整个后宫都知道了，连皇祖母那儿都讨不着我最爱的冰酿了。馋虫勾得我难受，我灵机一动，想到了黄伯伯的那些小老婆们，这宫里头就属淑妃娘娘的小厨房最对我胃口。我熟门熟路的摸进去，目标锁定冰匣子里的荔枝雪酪，手刚碰到碗边，哪里来的小贼？一只大手突然攥住了我的手腕，黢黑的，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我疑惑的扭头一看，嚯，好一个剑眉星目的小郎君，就是这肤色，晒得过头了。芝芝，那黑皮美男看清我的脸，激动的一把将我搂住。啊！我懵了，在他怀里挣扎了一下。我们认识，我是萧恒啊。他松开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啊，小胖子，我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围着他上下打量。你怎么瘦成这样了？还晒得跟快炭似的。萧恒那张俊脸唰的一下涨得通红。父皇把我扔去军中历练，日晒雨淋的，能不变样吗？5年没见了，看着儿时的玩伴，我心里头真是又好笑又有点心疼。你怎么跑我母妃的小厨房里找吃的来了？萧恒拉着我在小厨房门前的台阶上坐下。这些年你在宫里可有人欺负你？我俩就这么肩并肩坐着，你一口我一口的分着那碗冰酪，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这些年的事儿。不知不觉日头西斜，天都快擦黑了。我猛地想起，糟了，萧晨还在等我一起用晚膳呢。小胖子，我得走了。我蹭地站起来，拍拍裙子上的灰。等等，萧恒也赶紧起身，一把拉住我的袖子。他像是有点不好意思，手忙脚乱地从袖子里掏出个小玩意儿，塞进我手心。这个我自己瞎琢磨着刻的，别嫌弃啊。我低头细看，是个小小的木雕女娃娃，眉眼弯弯，带着点稚气未脱的娇憨。这是我惊讶地抬头看他。萧恒点点头，声音轻了些，是你10岁时候的样子。后来我一走就是5年。他挠了挠头，有点腼腆地笑了笑，指尖轻轻摩挲着那光滑的木雕小人。我眼睛有点发酸，吸了吸鼻子。我上前一步，轻轻抱了抱他。小胖子，我把头埋在他肩头，闷闷地说，你回来真好。回到东宫时，天已经黑透了。自从上次在冷宫差点出事，萧晨就再没让我在天黑后落过单。我轻手轻脚地迈进寝殿，一眼就瞧见萧晨端坐在案桌前，桌上的晚膳纹丝未动，看着都凉透了。哥哥，你怎么不先吃呀？我赶紧凑过去，习惯性地扯住他的袖子晃了晃，想撒个娇蒙混过关，手腕却猛地被他攥住，力道不小。芝芝去了哪里？他抬眼盯着我，声音沉沉的，听不出情绪。御花园里那只狸猫下崽了。我瞧着可爱，斗着就忘了时辰。我哪敢提偷吃冰酪的事儿，随口扯了个谎。芝芝什么时候学会说谎了？萧晨的声音陡然冷了下来，那张俊脸也蒙上了一层薄怒。我心里咯噔一下，吓得缩了缩脖子。不就是偷吃了小半碗冰吗？至于这么大火气？萧恒回来了，萧晨的指腹在我手腕上不轻不重地摩挲了一下。芝芝这些年可有想他啊？我懵了，怎么突然跳到小胖子身上了？脑子没转过来，下意识就老实回答，想啊，当然想他。这宫里头除了萧晨，也就小胖子跟我最投缘了。他多会玩啊，哪有好吃的好玩的？他门儿清。他走了这5年，我都闷死了。呵，萧晨冷笑一声，那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芝芝还真是长大了，一碗冰酪而已，他这气生的也太莫名其妙了吧？可看着他这副风雨欲来的样子，再想想他柜子里那把积灰的戒尺，我决定还是老实交代。哥哥，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你是不是生我气了？是我不好，我不该偷吃冰酪的。我赶紧认错，顺便拉个垫背的。可我发誓，我就吃了半碗，剩下半碗都进萧恒肚子里了。萧晨气的一掌拍在桌案上。沈芝芝，姑这些年是怎么教你的？他站起身，高大的身影笼罩下来，带着破人的压力。你如今是大姑娘了，语外难当避嫌。你倒好，不仅跟他同用一勺，还抱了他不止一次。你是存心想气死姑吗？
小胖子也不算外男吧？我被他吼得有点委屈，小声嘟囔：我一直把他当哥哥的，他算你哪门子的哥哥？萧晨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凌厉，这宫里头只有姑才配做你的哥哥。哈，当哥哥还带垄断的，小胖子怎么就不配了？算了算了，你是太子，你说了算。我识相的垂下脑袋，摆出一副我错了，我悔过的乖巧模样，肚子也特别配合的咕噜叫了一声。萧晨盯着我看了半晌，那骇人的气势终于缓了缓，他深吸一口气，扬声吩咐给芝芝重新上几道热菜，他自己却皱着眉，拿起筷子就着那几盘冷掉的菜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我刚夹了一筷子热腾腾的菜塞进嘴里，还没嚼两下，吱吱，萧晨突然开口：再没有别的事，瞒着哥哥了吧？可嗨，我吓得差点噎住，赶紧胡乱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头摇得像拨浪鼓。没了，绝对没了。哎，其实吧，还真有一件，那就是自打来了癸水，我好像就再也看不见那些阿飘了。我明白自己确实没理由继续赖在东宫了，可是有件事儿吧，实在有点难以启齿，那就是我睡觉的时候非得勾着萧晨的小手指不可，不勾着那完了，翻来覆去死活睡不着。自从发现再也看不见那些东西之后，我其实偷偷试过，半夜里小心翼翼地把手从他那抽回来，自个儿缩到床角，裹紧小被子。结果呢，撑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心里就跟有几百只蚂蚁在爬似的，抓心挠肺，浑身不得劲儿。最后还不是得蹭回去，非得把那根熟悉的小手指勾回来，鼻尖嗅着他身上那股让人安心的沉水香，这才能踏踏实实的睡过去。难道这就是传说中阿贝贝的魔力？一想到搬出东宫后可能要睁眼到天亮的悲惨前景，我这心里就愁得直打鼓。唉，算了，这事儿还是先瞒着萧晨吧，能拖一天是一天。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我及笄的前几日。这天宫里接连炸了2颗响雷，第一颗是在慈宁宫，我偷偷听见太后和心腹嬷嬷的私房话，奴婢瞧着芝芝姑娘就极好，身份登对，跟太子又是青梅竹马的情分，哀家也疼芝芝。太后叹了口气，可前些年晨儿那孩子一口咬定只拿她当亲妹子养，还千叮咛万嘱咐让哀家务必守着他俩同榻这些年的事儿，说是怕坏了芝芝的清誉。嗡，我脑子像被重锤砸了一下，萧晨要选太子妃了，那我这个亲妹子确实该识相点，麻溜的滚蛋了。心里头正酸涩涩的翻江倒海呢，第2颗雷紧跟着就劈了下来。萧恒那个莽夫居然直接冲到御书房跟黄伯伯求旨要娶我，也不知道黄伯伯应没应，只听说萧恒刚出御书房就被萧晨黑着脸拖去了演武场。好家伙，打的那叫一个天昏地暗。萧晨日日苦练，身手我是见识过的，凌厉得很。萧恒在军营里摸爬滚打5年，也不是纸糊的老虎。听说最后2人都挂了彩，衣服都扯破了，才被工人硬生生拉开。那天夜里，东宫的气氛压抑得很，我板着脸给萧晨嘴角的淤青上药，他也绷着下颌线，一言不发。吱吱，他突然开口，带着点试探：你想嫁给萧恒吗？我脑子里立刻闪过太后那句只当妹妹养，一股邪火直冲天灵盖，想也没想就呛了回去。嫁怎么不嫁？妹妹变嫂子，辈分还高了呢。沈芝芝，萧晨猛地攥住我的手腕，力道大得吓人。你再说一遍。说就说，我也豁出去了，甩开他的手，只许你选妃纳妾，就不许我嫁人了。你不是早早就给我备下满屋子嫁妆了吗？怎么现在后悔了？萧晨的脸色瞬间煞白，胸口剧烈起伏，他死死盯着我。半晌，他忽然轻声凑到我耳边：可是芝芝，你夜里不是还得靠姑的龙气护着吗？怎么嫁与旁人？我脑子一热，脱口而出：早就不用了。自打来了癸水，我就看不见那些东西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萧晨整个人都僵住了，下一秒，我被他猛地拽进怀里。吱吱，他的唇几乎贴着我耳根，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威胁。你我同他共枕这些年，你说要是让萧恒知道了，他会不会很伤心？你卑鄙！我又惊又怒，拼命捶打他的胸膛。你威胁我！挣扎间，大腿外侧猛地被一个滚烫坚硬的东西狠狠顶了一下。什么东西？我浑身一僵，血液轰地冲上头顶。好你个萧晨，口口声声说只把我当妹妹，天底下哪有哥哥用那玩意儿顶着妹妹的？又羞又气又委屈，眼泪瞬间决堤，噼里啪啦往下砸。萧晨显然也感觉到了那尴尬的异样，身体明显一僵，却还强装镇定，伸手想给我擦眼泪。别哭，别碰我！我使劲推他。你的龙鞭子死我了，快拿走！萧晨的动作顿住了，耳根染上红晕，他非但没退开，反而收紧了手臂，索性破罐子破摔。那声音带着典雅，还有几分无赖。这个一时半会儿恐怕拿不走。我俩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僵持了整整一宿，天边都泛起鱼肚白了，愣是没合一下眼。最后还是萧晨先绷不住了，他叹了口气，声音带着疲惫：吱吱。他揉了揉我乱糟糟的头发：萧恒那小子不是你的良配，旁的事姑都能依你，唯有这件你得听哥哥的。他顿了顿，放软了语气：昨日是哥哥不好，话说重了，你乖乖的，等我下朝回来，再好好给你赔罪，成吗？我扯了扯嘴角，勉强挤出一个笑，心里头却是有了主意。这东宫是一刻也待不得了，看萧晨昨晚那架势，那眼神哪里还像看妹妹？再说了，皇帝2个儿子为了我大打出手，闹得满宫皆知，这要是传到黄伯伯耳朵里，
我这小脖子还够不够他砍的？趁着萧晨去上朝的功夫，我立刻招呼香儿主仆俩手脚麻利的卷了2个小包袱，一路小跑着就往宫门口冲。这些年我也没少回家省亲，都是天黑前便回了。宫门口的侍卫都熟脸了，他们例行公事的瞥了眼我的令牌，也没多问，痛快的放行了。我一只脚刚踏出宫门槛，手腕猛地一紧，一股大力硬生生把我拽了回去。啊！我吓得惊叫一声，回头一看，萧晨他怎么在这儿？不是该在朝堂上吗？他脸色铁青，那双眼睛死死盯着我。沈芝芝，你这是要去哪？回家。我被他看得头皮发麻，强撑着回答：谁允许你走的？他攥着我手腕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黄伯伯当初的口谕，我搬出圣旨当挡箭牌，允我在东宫住到及笄，我明天就及笄了。这话像根针，狠狠扎了萧晨一下，他眼里是满满的受伤，看得我心尖一颤。回家，他扯了扯嘴角，露出一抹苦涩的笑。沈芝芝，你我同床共枕10年，你就这么拍拍屁股想走？你把我萧晨当什么了？我一夜没睡，又惊又怕，这会儿头晕眼花，只想快点逃离这让人窒息的地方。被他这么一逼问，脑子一抽，那句藏在心底的大实话不过脑子就脱露出来了。当阿贝贝。回到将军府的小日子，那叫一个舒坦。爹娘恨不得把我当菩萨供起来，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跟不要钱似的往我屋里堆。爹爷和哥哥还特意告了假，寸步不离的守着我，说是要把这些年欠我的疼爱都补上。他们卯着这股劲，足足宠了我大半个月，结果愣是把我宠得面如菜色。妹妹，我哥终于发现不对劲了，盯着我的脸直皱眉，你这眼圈怎么乌青乌青的，跟被人揍了2拳似的。我憋了这么久，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扑进他怀里，嚎啕大哭。哥啊，你妹妹我整宿的睡不着觉啊！我哥懵了。不是说及笄以后就没事了吗？那脏东西是看不见了。我抽噎噎，可我非得勾着太子那根小手指头才睡得着啊！离了他我浑身难受，我越哭越伤心，把爹娘都惊动了。我娘倒是挺淡定，一边拍着我的背安抚，一边指挥落定。不就是睡不着吗？娘有经验，香儿，快去炖碗安神汤来，要浓浓的，再把那上好的安神香点上。结果呢，我捏着鼻子灌下去一大碗苦的要命的安神汤，闻了半宿能把人熏晕的安神香，嘿，愣是一点睡意没有，光剩下跑茅房的尿意了。熬到后半夜，爹娘和哥哥都撑不住，眼皮子直打架，就我精神抖擞的能出去跑马。这下全家可彻底慌了神，连夜把城里最有名的老大夫从被窝里薅了起来。什么非得摸着一样东西才能睡？老大夫捻着胡子听完我的怪病，居然点了点头。这东西是不是姑娘从小睡觉就攥着的？离了他就心神不宁。对，我点头如捣蒜，攥了整整10年，比亲娘还亲。哦，那就是得了瘾症了。老大夫慢悠悠地说，这玩意儿可不好戒啊，要是那东西不打紧，给他就是了，何必硬逼着戒呢？伤身又伤心。哎呦喂，太子爷的小手指头，这能叫不打紧的东西吗？送走老大夫，全家陷入了死一般的绝望。我哥噌地站起来，撸起袖子就要往外冲。娘的，我现在就去东宫，把太子那根小手指头剁了给妹妹带回来。气得我爹抄起鸡毛掸子就追着他满屋子打。混账东西，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啊！我娘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茶碗乱跳，都给我消停点！这鸡飞狗跳的场景跟10年前简直一模一样。我揉着突突直跳的太阳穴，长叹一口气，哎，太子的手指头不能砍，那太子的贴身衣物有没有门路能弄进来？啥玩意儿？我哥捂着被抽疼的屁股凑过来，我臊得满脸通红，声如文瑞。我就寻思着，有件他穿过的衣裳闻闻味儿，兴许也能凑合将就一下。我哥一拍大腿，包在哥身上。于是我那神通广大的哥哥花了大价钱买通了东宫江喜房里的一个小太监。几天后，他神秘兮兮地塞给我一个包袱，我满怀期待地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是条男人的裤衩子。哥，我气得差点晕过去，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你拿条裤衩子糊弄我？我要的是衣服。我哥一脸无辜加委屈。我的好妹妹，你是不知道啊，太子的衣物都是登记造册的，少根线头都有人查。就这条裤衩是太子亲口吩咐要丢掉的。哥哥，我可是费了老鼻子劲才捡回来的。丢掉！我脑子嗡的一声，什么情况下一个男人才会丢掉自己的裤衩子啊？这念头一起，我更是羞愤欲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妹妹，我的亲妹妹！我哥指着我的脸，痛心疾首。你看看你现在这个鬼样子，管他是啥，能睡着就是好东西。将就一下。我被他拖到铜镜前，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窝深陷、脸色惨白、活像被吸干了精气神的女鬼。算了，脸面算个啥，命要紧。我捏着鼻子，心一横，把那条来历可疑的裤衩子紧紧抱在怀里。哎，你还别说，那一夜我睡得格外香甜，连梦都没做一个。我们全家刚为我能睡个好觉松了口气，还没高兴2天，东宫的侍卫就杀气腾腾地找上了门。领头的那个板着脸，二话不说就要把我哥绑走。那个贪财的小太监拿着我哥给他赏钱去赌，被逮了个正着，窥伺储君。这罪名扣下来，我哥的腿不得被打折。慢着！我猛地冲过去，挡在我哥前面，对着侍卫头子喊：这事儿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带我去见太子。那几个侍卫一点没犹豫，架起我就往门外带。我被领到门口停着的一辆宽敞马车前，掀开帘子，嚯，萧晨这厮正老神在在地坐在里头。好家伙，哥这给我演请君入瓮呢！我深吸一口气，强装镇定。萧晨，事情是我干的，别为难我哥。哦，萧晨抬眼看我，唇角勾起一抹笑。你倒是说说，你干了什么？他长臂一伸，轻而易举就把我捞进了怀里。
偷你的裤衩子，这种话让我一个姑娘家怎么说得出口？萧晨他分明是故意的，存心要看我出丑。我又羞又恼，牙齿死死咬着下唇，倔强的偏过头，就是不吭声。吱吱，萧晨看我可怜兮兮的模样，似乎心软了，没再逼问。你是不是离了我就睡不着？我浑身一僵，猛地抬头看他，你怎么知道的？我一直让人守在你府外。他叹了口气，指腹擦过我眼下的乌青。你们府上大半夜鸡飞狗跳的找大夫，动静那么大，你派人监视我？我又惊又怒，眼泪终于控制不住掉了下来。萧晨没说话，只是低下头，温热的唇轻轻印上我的脸颊，吻去那颗滚烫的泪珠。那吻渐渐变了意味，一路流连，最终霸道地附上我的唇。熟悉的带着淡淡沉水香的气息瞬间将我包裹，这味道像是最灵验的安神药，瞬间抚平了我这半个多月来所有的不安和焦躁，几乎是本能的。我的手悄悄摸索过去，精准地勾住了他微凉的小手指。指尖相触的那一刻，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咚的一声落回了实处，心底有个小人儿在欢呼雀跃。我的阿贝贝可算回来了！我与萧晨的大婚前一晚，将军府里灯火通明，萧恒这傻小子竟然红着眼眶闯了进来，他整个人蔫头耷脑的，活像只被主人遗弃的大狗。吱吱，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你不是最爱无拘无束吗？跟我去封地好不好？天高皇帝远，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他往前凑了凑，急切地说，我保证天天变着花样陪你，打马球、游猎、逛市集，你想玩什么都行。我们还可以生好多好多孩子，热热闹闹的一起玩。这提议听着还真有那么点让人心动，可就在他靠近的瞬间，一股陌生的气息钻进我鼻子，我下意识地蹙紧了眉头，倒不是难闻，只是心里头莫名的就有些抗拒。小胖子，我叹了口气，狠下心肠，跟你在一块玩，我是真的很开心，可是我对你没有姑娘对郎君的那种心思。这话像盆冷水，把他眼底最后一点火苗也浇灭了。那你对太子就有了？他声音发颤，带着最后的不甘和质问。几乎是立刻，萧晨身上那股味道霸道地占据了我的脑海。想到那气息带来的安心和悸动，我轻轻点了点头，答案不言而喻。看着他失魂落魄、跌跌撞撞离开的背影，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默默把他送出府门，看着他消失在夜色里，才转身回房。谁知刚踏进门槛，一股大力猛地将我往后一拽，我惊呼一声，跌入一个无比熟悉的怀抱，一抬头撞进萧晨那双深邃含笑的眸子里。明了就大婚了，你怎么还跑来了？我又惊又羞，气得拿眼瞪他，这要是被人瞧见，像什么话？萧晨低低地笑了一声，我不来，你今晚能睡得着？根本不容我反驳。他打横将我抱起，几步走到床边，动作轻柔地将我放下，自己也跟着躺了上来，侧身将我密密实实地拥在怀里，一只温热的大手带着令人心安的力量，一下一下轻轻地拍抚着我的后背。好了，吱吱，他低沉醇厚的声音带着奇异的安抚魔力。睡吧。我嫁给萧晨的第3个月，终于彻底悟透了一个道理：男人婚前的甜言蜜语全是哄人的鬼话。婚前他握着我的手，眼底盛着化不开的温柔，说往后余生事事依我，冰酪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结果婚后别说冰酪了，入了夏我连碰一口冰镇酸梅汤都要被他按着手腕，用那双深邃的眸子盯着，慢条斯理地念上半刻钟的养生经。吱吱，你体寒，前几日癸水来了还疼得掉眼泪，怎么转头就忘了？他说话时，温热的掌心正附在我的小腹上，指尖带着常年握笔磨出的宝剪轻轻抹撒，语气里满是无奈，偏又藏着掩不住的宠溺。我窝在他怀里，气鼓鼓地戳了戳他紧实的胸膛，心里把他骂了800遍。想当年我刚穿过来时，他还是个嘴上说着男女7岁不同席，转头就把我冰凉的手揣进怀里暖了一整夜的小太子。如今倒好，管得比我爹还宽，活像个唠唠叨叨的老嬷嬷。哦，对了，还有那件我至今想起来都想原地挖个地缝钻进去的社死往事，我哥当年从东宫偷出来的那条蟹裤。萧晨这厮居然把那条洗得干干净净的蟹裤郑重其事地收在了寝殿的樟木箱最里层，时不时就要拿出来逗我。尤其是夜里，我窝在他怀里，勾着他的小手指睡得迷迷糊糊时，他总会伏在我耳边，低笑着用气声问：吱吱，当年抱着姑的蟹裤睡觉是什么滋味？比抱着姑的手哪个更安神？每到这时候，我都会羞得满脸通红，抬脚就往他身上踹，却总被他轻轻松松攥住脚踝，往怀里一带，整个人便严丝合缝地嵌进他的身子里。他的下巴抵在我的发顶，胸腔里的震动顺着脊背传过来，裹着那股我刻在骨子里的沉水香，那是独属于我的阿贝贝的味道。我和他同床共枕了10年，从6岁到16岁，我的整个少女时代都是伴着他的气息、他的体温、他平稳的呼吸声度过的。哪怕如今再也看不见那些张牙舞爪的阿飘了，我的身子也早就习惯了他的存在。夜里若是不勾着他的小手指，不贴着他温热的身子，便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大婚之后，我日日与他同榻而眠，自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直到入了秋，皇陵秋祭的日子到了，按大齐祖宗规矩，秋季须由太子率宗室子弟前往皇陵主持，往返须得15日，后宫女眷不得随行。这个消息传进东宫时，我正蹲在小厨房的冰匣子前，偷偷摸了颗冰镇葡萄往嘴里塞，刚咬开甜滋滋的果肉，后领就被人拎住了。沈芝芝，我说过什么？萧晨的声音在头顶响起，我吓得一哆嗦，嘴里的葡萄差点咽进气管里，喝得眼泪直流。他无奈地叹了口气，伸手给我拍背，指尖擦去我嘴角的汁水，语气里带着恨铁不成钢。入了秋还碰冰的，等肚子疼的时候，又该哭着往我怀里钻了。我好不容易顺过气，
才想起他刚才说的话，眼睛先亮了一下，随即心里咯噔一声，瞬间慌了神。秋季，你要出远门？半个月？萧晨挑了挑眉，似乎没想到我第一反应是这个，伸手捏了捏我软乎乎的脸颊。怎么，姑要走半个月，你就这么开心？才没有！我立刻摇头，手脚并用地抱住他的胳膊，脑袋在他怀里蹭来蹭去。刚才那点偷吃的心思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半个月，15个夜晚，我要15个晚上都碰不到他，勾不到他的手指头，那岂不是要熬成将军府里那个夜夜失眠的女鬼？萧晨，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啊？我仰着脑袋，使出了百试百灵的撒娇大法，拽着他的袖子晃了晃。我保证乖乖的，不给你添麻烦，就缩在马车里，连皇陵的大门都不踏进一步，好不好？不好。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语气是不容置喙的认真。祖宗规矩摆在那里，女眷不能入皇陵，乖，在京城里等着我回来。可是我咬着唇，想说我离了你睡不着，可话到嘴边又羞于说出口，总不能当着他的面承认自己都16岁了，嫁人了，还是离了他就睡不着觉，跟个没断奶的娃娃似的吧。萧晨却眼看穿了我的心思，俯下身，额头抵着我的额头，鼻尖蹭着我的鼻尖，声音低低的，带着藏不住的笑意。怎么，怕离了姑晚上睡不着？我脸一红，嘴硬道：才没有，我早就好了，之前不过是一时不习惯。哦，是吗？他拖长了语调，温热的指尖勾住我的小手指，轻轻晃了晃。那是谁？前几日我熬夜批奏折，晚了2个时辰回寝殿，就缩在床角抱着我的枕头，眼睛红红的，跟只受了委屈的小兔子似的。我被他戳穿了心事，羞得把脸埋进他的怀里，死活不肯抬起来。他说的没错，前几日他被父皇叫去御书房商议边境战事，熬到后半夜才回来。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明明屋子里灯火通明，明明再也看不见那些阿飘了，可心里就是空落落的，跟被人挖走了一块似的。直到他回来躺到我身边，把我揽进怀里，我勾住他的手指头的那一刻，悬着的心才咚的一声落回实处，没一会儿就睡熟了。萧晨抱着我，轻轻拍着我的背，语气软了下来。好了，不逗你了，我把常穿的几件外袍都给你留在寝殿，平日里用的沉水香也让仙儿按时给你点着，夜里要是害怕，就让工人整夜守在殿内。我闷闷地应了一声，心里却慌得不行。那些东西哪里管用啊？当年在将军府，也就只有那条贴身的亵裤，才勉强让我睡了个安稳觉。外袍的那点气息根本就不顶用。可我也知道，祖宗规矩大过天，他是太子，秋季是必须要去的。我再怎么闹，也不能让他坏了规矩。萧晨走的前一夜，我像只无尾熊似的，整个人都挂在他身上，胳膊腿死死缠在他腰上，手指头勾着他的手指，扣得紧紧的，生怕一松手他就不见了。萧晨被我缠得没办法，只能由着我，一下一下顺着我的头发，低声哄着：芝芝，乖，松开点，你这样我没法睡。不松。我把脸埋在他的颈窝里，声音带着哭腔：一松开，你就要走了，我就睡不着了。他叹了口气，收紧了抱着我的手臂，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轻柔的吻。傻丫头，我最多15日就回来，等我回来，给你带你最爱的江南新制的桂花糖，好不好？15日好久啊。我吸了吸鼻子，指尖摩挲着他指节上的脖茧，忽然就想起了10年前，我刚住进东宫的第1晚，也是这样死死抱着他的胳膊，生怕他一转身，那些阿飘就会扑过来。那时候他才9岁，明明自己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却会拍着我的背，一遍遍地跟我说：芝芝不怕，哥哥在。10年光阴一晃而过，他从那个少年老成的小太子，长成了如今能独当一面的储君。我也从那个天天被阿飘吓得哭鼻子的小丫头，成了他明媒正娶的太子妃。唯一没变的，大概就是他永远都是我的阿贝贝，是我刻在骨子里的安心。那一夜我几乎没怎么睡，就睁着眼睛看着他的睡颜，直到天快亮了，才抵不住困意，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身边的位置已经凉透了。仙儿见我醒了，赶紧上前伺候我洗漱，低声道：娘娘，殿下天不亮就出发了，走之前特意吩咐了，让您好好吃饭，不许碰冰的。夜里要是睡不着，就让奴才们陪着您在店里走走。我点了点头，心里空落落的，连平日里最爱吃的水晶虾饺嚼在嘴里都跟嚼蜡似的，没半点滋味。白天还好，有东宫的琐事忙着，太后也时常叫我去慈宁宫说话，日子倒也过得快。可一到夜里，麻烦就来了。我躺在宽大的龙床上，身边空荡荡的，屋子里点满了灯，也燃着萧晨常用的沉水香，床上堆满了他常穿的外袍。可我从天黑熬到天亮，眼皮闭得发酸，脑子却清醒得很，愣是一点睡意都没有，心里跟有几百只蚂蚁在爬似的，抓心挠肺的难受，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就这么熬了3天，我整个人直接垮了，眼圈乌青乌青的，脸色惨白，连太后见了都吓了一跳，连忙叫了太医来给我瞧。太医把了半天脉，也没瞧出什么气质性的毛病，只说我是心神不宁，开了安神的方子。可那苦的舌头都麻了的安神汤，我一碗接一碗的灌下去，半点用都没有。我爹娘和哥哥听说了这事，急急忙忙的冲进宫里来看我。我娘一见我这副鬼样子，眼泪当场就掉下来了，抱着我心疼的不行。我的芝芝啊，怎么才3天就熬成这样了？早知道当初说什么也不能让殿下走。我哥在一旁撸起袖子，怒气冲冲的嚷嚷：娘的，我这就带人去皇陵，把那小子给绑回来，不就是个破秋季吗？有我妹妹的命重要。话音刚落，就被我爹一巴掌拍在了后脑勺上。你个混账东西，胡说八道什么？皇陵祭祖是国家大事，也是你能胡来的？再敢说这话，我打断你的腿。那怎么办？总不能看着妹妹这么熬下去吧？
我哥捂着后脑勺，委屈巴巴地说。一家人围着我愁眉苦脸，那场景跟10年前我刚穿过来，夜夜被阿飘吓得睡不着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我看着他们，心里又暖又酸，叹了口气，憋了半天的念头终于脱口而出：算了，你们也别愁了，实在不行，我偷偷去找他不就得了？这话一出，全家人都愣住了。我娘第一个反对：不行，绝对不行！你一个太子妃，偷偷跑出京城，像什么样子？要是被人知道了，不仅你要被人戳脊梁骨，殿下也要受牵连的。我爹也皱着眉附和：芝芝，你娘说的对，此事万万不可。可我再这么熬下去，就要熬死了。我瘪了瘪嘴，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不管，我就要去找他，大不了我女扮男装，偷偷跟着，不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就在我们争执不下的时候，外面传来了通报声，说三皇子萧恒来了。萧恒进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个大食盒，看见我这副样子，愣了半天，才皱着眉走过来。芝芝，你怎么搞成这样了？才几天不见，怎么跟被人吸了精气似的？我有气无力地瞥了他一眼，没说话。他把食盒打开，里面全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零嘴，还有他从边关带回来的稀奇玩意儿，一股脑堆在我面前。我听说你这几天睡不着，特意给你带了这些，还有这个是边关的安神香，听说比宫里的还管用，你试试。我看着他，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大婚之前，他红着眼眶跟我表白，说要带我去封地，天高皇帝远，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拒绝他之后，他就主动请旨去了边关练兵，这几个月才刚回京城。谢谢你，小胖子，我轻声说。他挠了挠头，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还是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憨憨的，跟我客气什么。对了，你这睡不着，是不是因为太子那小子不在？我点了点头，没否认。他叹了口气，往椅子上一坐，语气里带着点释然，又带着点无奈。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魂早就拴在他身上了，这辈子都解不开了。顿了顿，他又看向我，你要是真想去皇陵找他，我帮你。我刚从边关回来，手里有靠谱的人，保证把你安安全全送到，没人能发现。我眼睛一下子就亮了，猛地坐起来。真的，我还能骗你不成？萧恒哼了一声。不过我可跟你说好了，我帮你不是想挖他墙角，是看你这副样子实在太可怜了。等你见了他，可得跟他说清楚，是你自己非要去的，别让他又找我打架。上次为了你，我跟他在演武场打得浑身是伤，现在想起来还疼呢。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连连点头。好，我一定跟他说清楚。于是，在萧恒的帮助下，我换上了男装，梳了个男子的发髻，把自己扮成了个清秀的小公子，带着香儿坐上了萧恒安排的马车，连夜出了京城，往皇陵的方向赶去。马车一路疾驰，我坐在车里，怀里紧紧抱着萧晨的一件贴身中衣，心里既紧张又期待。我想他了，特别想他身上的沉水香，想他掌心的温度，想他夜里抱着我轻轻拍背哄我睡觉的样子，想我的阿贝贝。可夜里住客栈的时候，我还是睡不着，哪怕怀里抱着他的中衣，屋子里点着他的沉水香，可身边没有他的温度，没有他平稳的呼吸声，我还是睁着眼睛硬生生熬到了天亮。更倒霉的是，第二日赶路的时候遇上了大雨，山路泥泞，马车轱辘直接陷进了泥坑里，动弹不得。车夫下去推车，折腾了半天也没把马车推出来。天却渐渐黑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岭，风刮过树林，发出呜呜的声响，跟我小时候在冷宫枯井里听见的声音一模一样。我坐在马车里，吓得浑身发抖，死死抱着怀里的中医，脑子里不受控制地想起了那些张牙舞爪的阿飘。香儿也吓得不行，紧紧攥着我的胳膊。公子，咱们怎么办啊？我咬着唇，刚想说话，就听见马车外面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还有人高声喊着，前面可是太子妃娘娘的车驾。我一愣，赶紧掀开车帘，就看见雨幕里一队身着东宫侍卫服饰的人骑着马赶了过来，为首的是萧晨身边最得力的侍卫统领。娘娘，殿下早就料到您会偷偷跑出来，特意让属下们在这里等着您。侍卫统领翻身下马，对着我躬身行礼，殿下已经在前面的行宫等着您了。我鼻子一酸，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这个混蛋居然早就料到了。侍卫们很快就把马车从泥坑里推了出来，护着我们往前面的行宫赶去。半个时辰后，马车停在了行宫门口，我刚掀开车帘，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撑着伞站在雨里，正朝着马车的方向望过来。是萧晨，他穿着一身玄色长服，头发被雨丝打湿了些许，贴在额前。看见我从马车上下来，立刻快步走了过来，把伞完完全全撑在我的头顶，将我整个人都护在了怀里。萧晨，我看着他，眼泪掉得更凶了，一肚子的委屈全都涌了上来。他伸手擦去我脸上的泪水和雨水，眉头皱得紧紧的，语气里带着心疼，又带着点压不住的怒气。傻丫头，谁让你偷偷跑出来的？这山路这么难走，还下着大雨，要是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我想你了。我扑进他怀里，死死抱着他的腰，把脸埋在他的胸膛上，哭唧唧地说，我离了你睡不着，熬了3天，实在熬不住了。他叹了口气，收紧了抱着我的手臂，把伞递给身后的侍卫，打横将我抱了起来，往行宫里面走。就知道你这小丫头安分不了。他低头看着我，眼里的怒气早就散了，只剩下化不开的宠溺。我走之前就跟侍卫吩咐好了，你一出京城，他们就跟着你了，生怕你出什么意外。我吸了吸鼻子，抬手勾住他的小手指，紧紧攥在手里，悬了3天的心瞬间就踏实了，连身上的寒意都散了个干净。果然，只有我的阿贝贝才是我最好的安神药。那天夜里，我窝在萧晨的怀里，勾着他的手指头，睡得格外香甜，连梦都没做一个。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萧晨正侧着身，支着脑袋，一顺不顺地看着我，眼里满是笑意。醒了，他俯下身，
在我唇上印下一个轻柔的吻。睡了这么久，看来是真的熬坏了。我脸红了红，往他怀里缩了缩，小声嘟囔：“谁让你走那么久的？”他笑了笑，捏了捏我的脸颊。好了，秋季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让宗室子弟们去皇陵祭祀，我在这里陪着你。等祭祀完了，我们一起回京城。我眼睛一下子就亮了，猛地抬头看着他，真的，自然是真的。他低头，额头抵着我的额头，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祖宗规矩重要，可我的太子妃更重要，总不能让我的阿贝贝天天熬着睡不着觉吧。我听见阿贝贝3个字，脸瞬间就红了，抬手捂住他的嘴，不许说。他笑着拉下我的手，指尖摩挲着我的唇，低声说：“怎么不许说？你及笄那日在宫门口脱口而出叫我阿贝贝的时候，我就记到现在了。芝芝，我是你的阿贝贝，这辈子都是，永远都是。”后来我们一起回了京城，父皇知道了这件事，非但没生气，反而笑着摇了摇头，说：“罢了罢了，你们2个从小就腻在一起，分不开的。”再后来，父皇退位，萧晨登基成了皇帝，我成了他的皇后。他登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了一道旨意，废了后宫选秀的规矩，说此生唯我一人，再不内旁人。满朝文武都反对，可他力排众议，硬是把旨意搬了下去。夜里，我窝在他怀里，勾着他的手指头，问他：“你就不怕被人骂，说你是个昏君？”他低头吻了吻我的发顶，笑着说：“昏君就昏君吧，江山万里都不及我的阿贝贝重要。”很多年以后，我们的儿子都长大了，成了新的太子。有一次夜里，他偷偷溜进我们的寝殿，看见我正勾着萧晨的手指头睡觉，歪着小脑袋问：“母后，你为什么总牵着父皇的手指头睡觉啊？”太傅说：“男女授受不亲的。”我脸一红，刚想解释，萧晨就笑着把儿子揽进怀里，指了指我，语气里满是骄傲：“因为你母后啊，把父皇当成了他的阿贝贝，这辈子都离不开了。”我看着他们父子俩，忍不住笑了。是啊，这辈子我都离不开我的阿贝贝了。从6岁那年，我第一次钻进他的被窝，怯生生地勾住他的手开始，他就注定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救赎，唯一的岁岁年年，唯一的阿贝贝。